各位好，歡迎收聽本期的美股坐標系。一家公司周五公布財報，同比增長超過63%，股價單日暴漲34%，但它截至目前從未實現過 GAAP 層面的淨利潤，1分錢都沒有賺過。資本市場願意給它的估值超過200億美元。這家公司叫 Rocket Lab， 股票代碼 RKLB。今天我要帶你把這家公司從頭到尾認真拆一遍。它的商業模式是什麼？它跟 SpaceX 是什麼關係？它的護城河到底在哪裡？以及那個200億的估值，到底是真實的定價還是情緒的泡沫？但在進入主線之前，我需要先花2分鐘交代一個背景，因為這個背景本身會幫你更好地理解 RKLB 這次暴漲的市場土壤。最近這段時間，納斯達克的表現相當強勁，持續處於上漲態勢。引領這輪行情的是以美光閃迪為代表的存儲行業。我今天帶你去看另一個同樣在享受基礎設施邏輯的行業，一個比存儲更冷門、更少人討論、風險和機遇都更極端的賽道——商業航天發射。先說事實層面發生了什麼。Rocket Lab 公布了2026財年第一季度的業績，收入2.003億美元，同比增長約63%，超出華爾街預期。Q2 指引給到了2.25億到2.40億美元，這個範圍的中間值同樣超出此前市場預期。與此同時，公司同期公布了一個重大訂單，體量讓外界看到了它從小型運力向更大規模發射跨越的明確信號。財報超預期，上調指引，重大合同，3件事同時發生，34%的單日漲幅邏輯上是成立的。但我今天不想只停留在這些表面數字上。財報的一時超預期不是投資一家公司的理由，理解這家公司本身才是。Rocket Lab 成立於2006年，創始人叫彼得·貝克，新西蘭人，工程師出身。他把公司的第一個發射場建在新西蘭北島一個叫馬西亞半島的地方，那裡有一望無際的海洋，沒有航線干擾，發射窗口靈活，地價極低。這不是一個浪漫的選擇，是一個務實的選擇。Rocket Lab 的主力小型火箭叫 Electron， 運力大約是300公斤到低地軌道。這個數字放在整個航天行業裡很小。SpaceX 獵鷹9號的運力超過22噸，差了將近70倍。但彼得貝克的核心邏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我不跟你比誰的火箭更大，我比誰能更靈活、更快、更專屬地把小載荷送上特定軌道。這個邏輯是整個 Rocket Lab 商業模式的根基。Electron 到今天已經完成了相當數量的累計發射，整體發射記錄持續積累。2026年1月 ，Rocket Lab 完成了公司整體的第80次發射。這個數字在商業航天行業裡是有說服力的。技術驗證，很多競爭對手倒在了從能發射到可靠地多次發射這道門檻上 ，Rocket Lab 跨過去了。每次提到 RKLB， 市場上總有人說，這不就是 SpaceX 的小弟嗎？這個說法準確一半，錯誤一半。Rocket Lab 和 SpaceX 確實在同一個大賽道裡，但他們服務的客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重疊的。你想象一個場景，你需要把一顆重50公斤的小型遙感衛星送上特定軌道，而且你的發射窗口很特殊，不能跟其他衛星拼車。如果你找 SpaceX， 對方要麼讓你等拼車機會，要麼你獨佔一枚獵鷹9，但這枚火箭的載重是你的400倍。你為400倍的運力付錢，絕大部分是浪費。這就是 Rocket Lab 存在的邏輯，它不是在和 SpaceX 爭同一塊蛋糕，而是在服務 SpaceX 服務不了或者不願意服務的客群。有一個簡單的比喻， SpaceX 是太空裡的貨運航班，月亮大，但你要等航班時刻表，你的貨可能和別人的貨拼在一起。Rocket Lab 更像一個專屬專線服務，你說去哪兒，什麼時候去，按你的需求走。這兩個模式不是競爭，是互補，至少在當下階段是這樣。但到了下一個階段，事情開始複雜了。Rocket Lab 目前正在研發一款新火箭，叫 Neutron。Neutron 的運力目標大約是13到15噸到低地軌道，這個數字大約是獵鷹9運力的60%。這意味着 Neutron 一旦成功， Rocket Lab 就不再只是小火箭公司了，它開始進入中型運力的領地。而這裡才是市場規模真正可觀的地方。商業星座、政府大型衛星、國防載荷、太空站補給，這些市場小型的 Electron 進不去，但 Neutron 理論上可以競爭。華爾街對 RKLB 的定價，相當一部分是在對 Neutron 的未來押注。
但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事實需要放在這裡 ，Neutron 仍未完成首飛，它的時間表已經多次推遲，首飛節點目前仍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是整個 RKLB 投資邏輯的核心變量。航天研發的規律大家都知道，延期再延期，然後還延期。SpaceX 的星艦也是這樣，只是馬斯克已經把延期變成了資本市場接受的常態。對 RKLB 來說， Neutron 的每一次推遲都在消耗市場對這家公司進化故事的耐心。而 Electron 當前的收入規模還不足以單獨支撐一個超過200億美元市值的公司所需要的增長預期。你可以這樣理解 RKLB 現在的處境，它走在一根鋼絲上，左邊是 Electron 保持穩定發射頻次，訂單持續積累，維持市場信心；右邊是 Neutron 能否按時落地，首飛能否成功，能否拿到商業合同，兩邊都不能掉。很多人談到 RKLB， 第一反應就是發射服務。但實際上 ，Rocket Lab 的收入結構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是我認為市場討論遠遠不夠的一個切入點。在 Q1 的 2.003 億美元收入中，來自空間系統業務的比例已經相當可觀。這個業務包括衛星組件、太陽能電池板、飛行控制軟件、衛星總線以及整星製造服務。換一個說法 ，Rocket Lab 不只是發射你的衛星，它還可以幫你造衛星。這個業務線的戰略意義比表面看起來大得多。第一，它讓收入來源不再單一，依賴於每次發射。發射業務高度波動，一次失敗可能讓季度收入直接停擺。但衛星組件和整星製造是合同制的穩定收入流。第二，它給了 Rocket Lab 更深的客戶綁定能力。如果你連衛星都幫客戶造，那你對這顆衛星用哪枚火箭發射是有天然影響力的。這是一個很微妙但非常有效的客戶鎖定邏輯。第三，它讓 Rocket Lab 能夠參與商業星座的批量交付競爭。全球現在有很多國家和商業機構在規劃低軌衛星星座，需要大量結構標準化的衛星。誰能提供性價比最高的整星批量交付，誰就能拿到這些長期合同。這其中，政府客戶尤其關鍵。Rocket Lab 已經拿到了來自美國防務機構的整星合同訂單。政府合同的特點是周期長、金額大、付款穩定，而且不太在乎價格彈性，更在乎可靠性、供應鏈安全和政治可信度。在當前地缘政治格局下，美國供應鏈本身就是一張牌。美國政府不會把關鍵載荷放上中國火箭，盟友國家也有越來越強烈的供應鏈安全需求，這讓 Rocket Lab 的政府業務有一個其他競爭對手很難複製的隱性護城河。但我也要提一個反面觀察。過度依賴政府合同會讓公司的管理結構和成本結構逐漸向傳統國防承包商靠攏。看看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防務，他們的創新速度和成本控制遠不如商業公司，這不是偶然，是政府合同文化的必然結果。SpaceX 之所以能做到今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在承接大量政府合同的同時，保持了商業公司的執行效率和成本意識。對 Rocket Lab 來說，未來幾年的一個核心挑戰是，如何在擴大政府訂單規模的同時，不讓官僚化侵蝕它的運營基因。這個平衡一旦失去，市場給它的創新溢價就會被重新討論。很多人看 RKLB， 最大的疑慮是這家公司什麼時候能賺錢。先說基本事實 ，Rocket Lab 截至目前仍未實現 GAAP 層面的淨利潤，每個季度研發投入、發射場維護、Neutron 研發成本合在一起，現金消耗是相當可觀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資本市場還願意給它超過200億美元的估值？答案在於兩個詞：增長斜率和路徑可信度。63%的同比收入增長，放在任何行業都是高速增長。更重要的是，這個增長不是靠降價買來的。Rocket Lab 的發射定價保持相对穩定，收入增長來自發射頻次提升、空間系統業務擴大以及合同規模增加。這是真實的需求驅動，不是財務工程。路徑可信度方面， Electron 已經走完了從能發射到可靠多次發射這條大多數競爭對手沒能走完的路。Virgin Orbit 倒了 ，Astra 幾乎停擺 ，Rocket Lab 跨過了那道門檻，這是有說服力的技術驗證。所以市場願意為虧損買單，是基於一個判斷：這家公司的虧損是戰略性投入，不是運營失控。但這個判斷什麼時候會被質疑？當 Neutron 的研發週期繼續超預期，
當整體利率環境讓市場對未來盈利折現的要求變高，或者當競爭對手的崛起讓市場開始懷疑 RKLB 護城河的時候，任意一個條件觸發，估值邏輯就需要重構。這裡有一個風險，我認為市場定價不足，火箭失敗的代價。發射失敗不只是一次任務損失，它會觸發停飛調查，後續計劃延遲，收入暫時中斷。如果失敗的是一顆高價值政府載荷，可能導致客戶信心直接崩塌。設想一個場景， Neutron 完成研發進行首飛失敗，這意味着什麼？數億美元研發投入打水漂，進入中型運力市場的整個敘事被打上問號，而股價的反應可能不是跌 30%， 是跌 50% 甚至更多，因為現在的估值裡已經為 Neutron 的成功預支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我不是說 Neutron 一定會失敗， Rocket Lab 有優秀的工程團隊，彼得貝克是極度務實的技術創始人， Electron 的成功記錄是真實的，但這個風險場景是你在持有 RKLB 之前必須放進去權衡的。很多人覺得 RKLB 的對手是 SpaceX， 這個理解不準確。真正和 Rocket Lab 在小型運力領域直接競爭的是一批名字你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公司，歐洲的 Vega C， 日本的 H3， 還有一批美國本土初創公司，包括 Relativity Space、Firefly Aerospace、ABL Space。現實情況是，大部分競爭對手都還沒有能力做到 Electron 這樣的發射頻次和成功率。Relativity Space 已經基本放棄小型發射市場，轉向中型運力。ABL Space 幾乎陷入停滯 ，Firefly 有過發射失敗，仍在恢復中。所以在當下時間點， Rocket Lab 在小型商業發射市場裡的地位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穩固。但中期來看，有一個競爭威脅，大多數美股討論裡都沒有認真對待。中國商業航天。過去2年，中國湧現了一批商業航天公司，包括星際榮耀、天兵科技、藍箭航天。他們的發射成本比美國同級別火箭低得多，而且背後有國家資源支持，發展速度很快。短期內，由於地缘政治，這些公司不會和 Rocket Lab 直接搶美國政府客戶，但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商業客戶，比如東南亞、中東、非洲的衛星運營商，中國火箭的價格競爭是真實存在的。這意味着 Rocket Lab 的定價權長期來看會越來越集中在3類客戶上：美國本土政府和國防客戶，明確要求使用美國供應鏈的盟友國家，以及對發射周期靈活性要求極高的商業客戶。這3類客戶的共同點是，他們為 Rocket Lab 付的錢不只是在買把東西送上軌道的服務，更是在買供應鏈安全和政治可靠性。在當前全球格局下，這個邏輯對 Rocket Lab 是有利的。RKLB 目前市值大約在200億美元出頭，這個數字隨股價波動，但量級在這個範圍。年化收入大約是8億到9億美元，也就是說，市值是年化收入的大約22到25倍。放在科技成長股裡不算離譜，但絕對不便宜。更關鍵的是，它仍在虧損。支撐這個估值的隱含假設大概是這樣一個模型：1. Electron 繼續以穩健的節奏增長，收入穩定向上。2. 空間系統業務保持高增長，成為第2條穩定收入腿。3. Neutron 在未來某個時間點成功首飛，並拿到足夠多的中型運力合同。4. 整體毛利率隨規模擴大持續改善，逐漸靠近盈虧平衡點。這4個條件如果同時成立， RKLB 在2030年前實現年收入超過20億美元是可以討論的。用合理的收入倍數給它估值，今天的股價可以在某種假設下得到支撐。但這4個假設哪怕有一個不成立，估值邏輯就需要重構。Neutron 延遲1年，故事打折；競爭加劇損傷定價權，故事打折；整體利率環境收緊，成長股被拋售，股價打折。這就是為什麼 RKLB 波動性極大，大漲 34% 可以發生，大跌 30% 同樣可以發生。2件事可能在同一個月裡都經歷過。現代科技公司的估值裡，市場越來越願意為有明確願景、高執行力的創始人付溢價。馬斯克溢價、黃仁勳溢價都是這個邏輯的體現。彼得貝克值得這個溢價嗎？我覺得有幾點是真實的。第一，他是真正的工程師出身，知道火箭為什麼會壞，不容易被漂亮 PPT 忽悠，決策有工程底色。第二，他的公開表達風格相對克制，不輕易誇海口。航天界創始人裡，
誇下海口，然後一次次跳票的案例太多了。貝克的氣質不太一樣，儘管 Neutron 也有延期，但他在時間節點上的措辭通常比較謹慎。第三，他把 Rocket Lab 從一個幾乎沒有人脈和資源的新西蘭小公司，一步步做到了在美國上市，拿到美國政府合同，進入國防供應鏈。這個路徑本身說明他的戰略能力是真實的。但我也想提一個反面觀察，貝克過去幾年做了一個被市場普遍叫好的決定，把公司重心從新西蘭逐漸向美國轉移，靠近客戶，招募人才，進入政府合同體系。這些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這個轉移同時帶來了一個代價，美國的人力成本、合規成本、運營成本顯著高於新西蘭。Rocket Lab 早期能以相對精簡的成本結構運轉，部分原因恰恰是新西蘭的低成本運營環境，這個優勢在隨着公司規模擴大而持續稀釋。這不是一個致命問題，但它讓低成本靈活運營者這個標籤正在慢慢變成一個需要重新驗證的假設。講了這麼多，我來說一些我自己的判斷。市場對 RKLB 目前有兩個最主流的敘事。第一個，這是下一個 SpaceX。第二個，這只是一個燒錢的小火箭公司，估值嚴重虛高。我覺得這兩個敘事都偏了。下一個 SpaceX 這個標籤誤導了很多人的期待。SpaceX 是一家同時在做星艦、星鏈、載人飛行和火星項目的綜合性太空公司，體量和業務深度完全不在一個維度。把 RKLB 對標 SpaceX， 就好像把一家區域性航空公司對標波音，這種比較本身就會扭曲你的預期。燒錢小公司估值虛高這個標籤，則低估了 RKLB 真實的技術壁壘。這不是一家靠 PPT 融資的公司，它有真實發射記錄、真實政府合同、真實的空間系統業務收入，而且在一個極高門檻的行業裡，持續證明了自己的執行能力。我認為分析 RKLB 最合理的框架是，把它想成一家正在跑道上加速的專業化航天公司，而不是下一個任何人。它的成功條件不是成為 SpaceX， 而是在以下幾個關鍵節點上做到：Neutron 首飛成功，空間系統業務毛利率持續改善，政府合同持續擴大，但不讓官僚化拖慢執行。Neutron 尚未大規模發射之前 ，Electron 保持足夠高的穩定性和頻次，撐住現金流。這四個條件每實現一個，公司價值就往上走一個台階；每延誤或失敗一個，股價就會經歷一次重估。這是一個路徑高度依賴、執行要求極高的故事，不是那種你買了就能躺平的標的。今天我用 Rocket Lab 做主線，但我們討論的東西超越了這一只股票。我們在討論，當一個全新的基礎設施賽道正在成型的時候，什麼樣的公司能站穩，什麼樣的公司會死在半路，什麼樣的估值是理性定價，什麼樣的敘事是被情緒放大的。 RKLB 是這個討論的好樣本，因為它同時具備了所有元素：真實的技術能力、尚未兌現的核心賭注、高度的估值分歧，以及一個可能真的很大的長期市场。當前市场整體處於一個偏樂觀的情緒環境，成長股表現普遍佔優。在這種環境裡， RKLB 這樣的標的容易被情緒推得很遠。但情緒是會變的，基本面才是你真正應該盯的東西。商業航天是未來10年裡最值得持續關注的方向之一，這一點我不懷疑，但它同時也是一個賠率和賭注都遠大於傳統行業的領域。如果你能接受這一點，認真研究這個賽道是有價值的事。如果你的目標是穩穩跑贏通脹，那今天這期節目給你的更多是一個了解這個行業正在發生什麼的視角，而不是一個操作指引。本期內容就到這裡，感謝您的觀看，我們下期見。